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MSCI 调整中国指数，投资者涌向被低估的国有企业。南华早报，作为其半年度全球指数评估的一部分， MSCI 对其中国股票指标进行了调整。28家中国大陆上市公司将被纳入 MSCI 中国 A 在岸指数，9只成分股将被移除。MSCI 中国全股指数将增加23个，删除17个。预计这些变化将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因为该指标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享有代表性。分析师表示，中国的银行在气候风险分析方面一直领先于美国同行，但也应考虑中国的非国有企业。随着银行危机的加深，调查卖空者的呼声愈演愈烈。纽约时报，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呼吁监管机构对卖空者采取行动。他说，卖空者通过瞄准区域银行赚取了数十亿美元。根据金融数据供应商 S3 Partners 的数据，自2023年以来，这些交易员在押注股价下跌后赚取了超过75亿美元。然而，戴蒙的呼吁与他自己银行的研究不一致。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卖空并不是股价下滑的罪魁祸首。虽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打算禁止卖空，但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 （Dodd-Frank Act） 的要求，其披露的支援者表示，这将提高透明度，并展示如何应对对公司的攻击。反对者警告说，披露空头头寸意味着公司将利用这些资讯来避免与这些投资者沟通，这可能不利于他们的工作。Forrester Research 将在北京顾问镇压后削减中国工作岗位。金融时报，美国科技研究公司 Forrester Research 将裁减大部分中国分析师。此前，北京加强了对西方咨询业务的审查。3名内部人士告诉媒体，这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公司打算解雇数10名中国工人，以应对镇压行动。该国最近加强了对外国公司为外国客户对中国企业和合作伙伴进行尽职调查的限制。虽然 Forrester 声称2022年收入疲软和全球重组是此举的背后原因，但内部人士认为中国业务被认为利润较低。中美谈判给投资者带来动荡时期的希望。彭博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在维也纳会见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以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次会议提出了中国总统习近平和拜登总统通话的可能性。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市创下3个月来的最大涨幅，与会议的消息有关。在香港上市的科技股也连续第3天上涨。分析人士警告看涨，并指出两国之间仍可能出现冲突。美联储理事密雪儿·鲍曼表示，如果通胀保持高位，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加拿大环球邮报，美联储理事鲍曼 Michelle Bowman 表示，如果通胀居高不下，央行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鲍曼表示，如果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通胀没有消退，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是合适的，以实现足够严格的货币政策立场，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降低通胀。上周，美联储第14加息，将基准利率提高到5%至5.25%之间。该银行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该银行可能会停下来评估其政策。鲍曼指出，有一些迹象表明利率上升会产生影响，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和银行需求萎缩。美联储一直在执行40年来最激进的一轮政策紧缩，只有少数股票维持住美国股市的运转。对股票与住房回报的10年期观察。加拿大环球邮报，纽约证券交易所 FANG 加指数在2023年的表现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36个百分点。该指数追踪美国10大科技股的表现，包括 Alphabet、苹果、亚马逊、Meta Platform、微软、雪花、Netflix、英伟达、特斯拉和先进微设备。该指数的所有成员都是长期成长股，这表明投资者担心对经济更敏感的股票的利润。由少数公司推动的反弹被认为不如指数中广泛股票推动的反弹稳定。这些表现优异的股票的强劲增长使它们很受欢迎，推高了估值。该指数中公司的平均追踪市盈率为 41.5 倍，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为 18.6 倍。需要成功的将盈利增长扩大到更多公司，以防止在绝大多数股票不可避免地下跌时出现重大调整。美联储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金融时报，最近的美国经济资料大多是积极的，有证据表明，随着失业保险申请人数的增加，经济正在放缓和去膨胀，这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紧张正在走弱的观点。尽管通货膨胀率很高，但与此同时却在下降，失业率仍然只有 3.4%。美国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该国的消费者，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走弱，增长可能会下降。随着6月份暂停加息似乎是明智的，美联储即将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必须仔细权衡。快速加息很容易，但美联储稳定和就业的双重使命正在发生冲突。失业率上升与通胀下降相结合，将引发人们对美联储将采取什么行动的质疑。京东健康 Trip.com 下月加入恒生指数进行最新改革。南华早报，京东健康国际和 Trip.com 集团是将加入恒生指数作为其最新季度回顾一部分的4家公司中的2家，华润电力控股和紫金矿业集团也将加入。这使得指数成分股的数量从目前的76个增加到80个，变化计划在6月5日进行。变更后，恒生指数将覆盖香港交易所 5.6 万亿美元市值的 65%， 而目前为 62%。恒生股票指标由全球基金跟踪，截至去年年底，总资产为576亿美元。如何为您的智慧设备组合添加翅膀？金融时报，尽管去年英国经济环境艰难，但被动基金的受欢迎程度并没有减弱。2020年净零售额达到近100亿英镑，占投资协会监测的行业资产的 21%。然而，虽然被动基金过去曾提供良好的回报，但顾问建议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提供对基础市场的倾斜敞口。例如 MSCI World 追踪器被指责实际上是在玩弄美国，截至3月底占该指数的 68%。建议投资者通过投资亚洲、新兴市场、日本、欧洲或英国等其他的区来寻求多元化。投资者的另一种选择是分散美国配置，并通过考虑活跃的全球基金、价值投资组合或关注中小型股票来超越科技巨头。魏士摩这位基金经理认为，加拿大是目前在美国投资的最佳地点。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基金经理罗伯特·吉尔 （Robert Gill） 表示，加拿大是最好的投资地点，因为市场便宜，增长空间更大。这就像你买了所有打折的东西，然后你得到了更高的收入。有什么不喜欢的呢？作为 Goodreads Investment Council 的高级副总裁和加拿大投资组合经理，他的公司通过投资大约20几家他们希望长期持有的高品质公司来击败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这反映在加拿大投资组合的总回报率为 13.3%， 而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为 2.7%， 扣除费用。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相比，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的交易价格为 13.4 倍，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交易价格约为 18.6 倍。加拿大的股息收益率也为 3.2%， 标准普尔500指数约为 1.7%。魏士摩当前的美国经济衰退警告与其他所有警告不同。CNN 经济学家警告说，美国经济衰退的威胁正在增加。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和亿万富翁投资者斯坦德·卢肯·米勒呼吁国家做好准备。美联储预测，温和衰退可能会在最近的银行业发展之后出现，这加剧了目前对加息和信贷收紧的担忧。今天的市场趋势与预示住过去经济衰退的趋势相似，但 COVID-19 的剩余威胁也打击了信心并抑制了增长。因此，尽管疫情后的需求为韧性做出了贡献，但分析师预测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复苏源未得到保证。耶伦说，美国财政部何时会耗尽现金，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加拿大环球邮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表示，需要随时通知国会和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将耗尽资金支付政府债务的确切日期，最早可能在6月1日。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债权人并不了解美国债务限额辩论的复杂性，各机构应该提前提供建议以保护市场。耶伦警告说，未能提高限额将带来经济和金融灾难，但如果财政部违反上限，则不会提供解决方案。暂停可视化。金融时报，尽管许多央行今年春天提高了利率，但紧缩的步伐已经大幅下降。在金融时报追踪的57家银行中，截至4月的3个月内，只有48次加息，
这是自2022年同期以来的最低数位。新兴市场的许多央行已经停止了货币紧缩，模仿加拿大，并且随着条件将在6月或8月放松。预计韩国、匈牙利和智利等国家将放松货币政策，印度、波兰、哥伦比亚、巴西和捷克共和国预计将效仿。汇丰银行将支付7500万美元的罚款，以解决美国 CFTC 指控。路透社，汇丰银行将支付总计7500万美元，以解决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提出的与操纵乙和记录保存问题有关的指控。该协定包括对汇丰银行美国银行 HSBC Bank USA 因操纵掉期交易和记录保存失败而被处以4500万美元的罚款，而子公司汇丰银行美国 HSBC Bank USA、汇丰银行 HSBC Bank 和汇丰证券 HSBC Securities 将向 CFTC 支付3000万美元，以弥补记录保存和监管缺陷。汇丰在2012年3月至2020年7月期间多次被指控从事此类交易活动。Brian Chesky， 我希望 Airbnb 成为一个实体社交网络。金融时报 ，Airbnb 联合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 Brian Chesky 推出了一项名为 Airbnb Rooms 的新产品，为人们的家中提供出租空间。此举标志着这家初创公司的回归，及其建立者在客厅出租即垫床，以说明支付公寓租金。然而，这一次 Chesky 表示 ，Airbnb Rooms 之所以推出，是因为住在别人家里的成本可以承受，随着旅行成本的上升，这对客户很有吸引力。根据 Chesky 的说法，与入住酒店的成本相比，平均租金为每晚67美元。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